为什么祖国人在面对士兵男孩时会变得格外温顺？所有人都知道，祖国人是站在战地顶端的暴君，他喜怒无常，杀伐随性，一言不合就用激光眼处决他人，连美国总统都对他忌惮三分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目空一切、不可一世的神明，在刚解冻复出、满身缺点的老爹士兵男孩面前，硬生生收敛所有锋芒，变得格外乖顺、小心翼翼。士兵男孩算计打压，处处针对；祖国人隐忍退让，次次包容。表面是针锋相对的死敌，背地里却是全剧最懂彼此的同类。士兵男孩和祖国人是黑袍宇宙一脉相承的悲剧。对外，他们互相算计，彼此决裂，恨不得彻底摧毁对方；对内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残缺人格，自卑缺爱，极度渴望认可，一辈子靠着超能力伪装脆弱，用暴力掩饰内心的渺小。士兵男孩为了教训狂妄的儿子，同时帮助祖父获取超人类病毒。士兵男孩刻意假意和解，诱骗祖国人前往沃特早期的辐射实验室寻找初代5号化合物。一向自负高傲的祖国人根本没有防备，悍然踏入了这间密闭密室。可下一秒，大门封锁，整间实验室瞬间被高浓度核辐射填满。这一刻，祖国人彻底慌了，他引以为傲的体魄开始腐烂瓦解，超强战力飞速流失，任凭他疯狂用激光点轰击牢门，也无法挣脱禁锢。在这间绝望的牢笼里，叱咤风云的顶级暴君第一次卸下神明的伪装，露出了极致的无助与脆弱。他没有败给士兵男孩的战力，而是败给了刻入骨髓的原生恐惧。哪怕身陷绝境，惨遭背叛，祖国人依旧没有滋生杀心，只是倔强嘴硬，死撑体面。这也为二人扭曲的父子关系埋下了最扎心的伏笔。而看似硬汉霸道的士兵男孩同样活得可悲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天赋异禀，天生强大，实则他的超能力全靠父辈走后门贿赂科学家得来。他一辈子活在亲哥哥的阴影里，背负着失手弑兄的愧疚与自卑，靠暴躁的性格、暴力的手段伪装强大，掩盖自己的懦弱与无能。当他这段过往被祖国人揭露，缩在角落哭泣时，这时候祖国人走了过来。士兵男孩以为这个儿子会杀了他泄愤，但祖国人没有，他太懂他了。两个极度缺爱、自卑的人在彼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这一刻的共情让祖国人选择包容与安抚，给予了士兵男孩独一无二的认同感。也正是这份双向的悲悯，让两个满身戾气的怪物短暂放下了敌意，达成了独属于彼此的和解。抛开沉重的宿命悲剧，这对父子别扭又真实的相处模式，也被无数网友调侃为黑袍专属父慈子孝。父子二人同龄同行，高高在上的祖国人却主动收敛神力，放慢脚步，陪着父亲徒步穿行林间。他不在乎父亲的落魄与平庸，只是享受这辈子第一次拥有的血亲羁绊。这份独属于父子的默契，在第5季第5集更是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了找到初代5号，两人一同前往马拉松的住所。阿祖开门见山追问初代5号的下落，马松含糊其辞，只说知晓初代5号下落的炸弹事宜曾在这里克害我，只要打个电话，对方就会赶来，让两人在楼下等候。等待的间隙，满屋的人都在喝酒抽烟嗑药，唯独阿祖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格格不入。更可笑的是，这群人完全没把阿祖的超级听觉放在眼里，躲在一旁窃窃私语，不仅吐槽辱骂阿祖，还怂恿士兵男孩趁机出手。他们细数着阿祖的种种罪状，以为自己的密谋天机无缝，可所有人都没想到，士兵男孩直接站出来护住了他。 He's my fucking asexual weirdo. No one fucks my son. 这句话一出来，一辈子孤苦无依的阿祖终于不再是没人疼的孤儿。他的父亲第一次站出来，挡在了他的身前。纵观全局就能看懂，士兵男孩与祖国人的矛盾从来不是简单的父子恩怨，他们都是沃特资本造神计划的牺牲者，是被实验、被利用、被抛弃的棋子。超能力成了他们伪装脆弱的铠甲，也成了困住他们一生的枷锁。这也是黑袍宇宙最讽刺的真相。神明最大的软肋，从来不是战力缺陷，而是灵魂深处永远填不满的孤独与渴望。力量可以碾压一切敌人，却永远填补不了原生的创伤。什么马德琳死后还能操控祖国人？祖国人站在战力金字塔的顶端，就连美国总统都对他忌惮3分。但看似无敌的神明，内心却藏着一个与生俱来的空洞。自幼缺失的母爱，在他心底凿出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。
而填补这处致命软肋的，竟是毫无超能力的普通人。沃特集团副总裁马德琳。马德琳是黑袍宇宙最矛盾的野心家，对内他是祖国人毕生唯一的精神寄托，精准拿捏他残缺的人格与软肋；对外他是沃特顶级操盘手，深耕超英产业链，玩弄权谋，撬动阵盘。他的一生游走在情感与权力的赌局之中，靠温柔掌控神明，靠野心追逐权力，最终落得全盘皆输的结局。祖国人的偏执与疯狂，根源是惨无人道的童年。自诞生起，他就是沃特的实验品，常年被囚禁在冰冷的实验室里，反复经受高温焚火测试。他拥有宇宙顶级战力，流淌着5号化合物，却从未体会过亲情与爱意，一辈子没感受过母性的温柔，人格彻底残缺，敏感就自卑。而马德琳的出现，恰好填补了他毕生的情感空虚。经典名场面中，祖国人凝视自己的巨型画像，看似自恋，实则依靠透视眼，静静偷窥办公室内正在工作的马德琳。这一刻，他只是一个渴望母爱的孩童，贪恋着独属于马德琳的温柔。精明的马德琳早已洞悉自己手握顶级王牌，他深谙祖国人暴躁外壳下的脆弱，熟练掌控安抚他的方式。在祖国人暴怒失控时，他温柔安抚，平复他的戾气；在他堂班失事，害死数百人，陷入自我怀疑、心慌焦虑时，他包容他的过错，允许他躺在自己腿上寻求慰藉。祖国人只有在马德琳身边，能拥有片刻的安宁。但这份温柔从来不是纯粹的救赎，而是精准的情感操控。褪去温情滤镜，马德琳的本质是极致利己的权谋家，没有任何超能力，却能在沃特的权力倾轧中稳居高位。他靠的从来不是温柔，而是精准且冷血的布局思维。在他眼中，超级英雄从不是救世神明，只是用来敛财夺权、撬动政坛的商品化工具。他一手打造超级七人组 IP， 将祖国人包装成全民偶像，靠商业合作、形象授权为沃特赚取巨额收益。他的终极目标是推动超人类武器化，让超英纳入美国国防体系，彻底垄断军事与超英赛道的全部利益。为达成目的，他不择手段，派遣变形男潜伏胁迫议员，扫清法案推进的政治阻碍，默许散播5号化合物，制造大量超人类恐怖分子。当传统军队无力抗衡异变的超人类罪犯，政府只能被迫妥协，依赖沃特与祖国人维稳局势。靠着这套完美的危机营销，马德琳成功拿下国防巨额订单，距离登顶沃特权力巅峰仅一步之遥。而从头到尾，祖国人都是他实现野心、博弈权力最锋利的棋子。而马德琳高估了自己掌控人心的能力，低估了祖国人刻入骨髓的偏执与疯狂。随着祖国人愈发失控，他的占有欲彻底爆发。当他当面质问忠诚，而马德琳依旧试图用谎言敷衍，继续操控他时，极致的失望击碎了祖国人最后的理智。红光闪过，祖国人亲手杀死了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。马德琳死后，祖国人潜入他的办公室，珍藏下冰箱里剩余的母乳。他小心翼翼将母乳加至恒温，细细品尝。这瓶母乳是他这辈子唯一触碰到的母爱，这份病态的依赖贯穿始终。后期的祖国人众叛亲离，儿子莱恩失望离去，士兵男孩百般羞辱，下属满心鄙夷，彻底沦为孤家寡人的他精神崩塌。绝望崩溃的时候，马德琳的幻象再次出现，温柔地接纳了狼狈的他。这一刻足以证明，哪怕已经死亡，他依旧是唯一能拿捏神灵的人。其实两人的羁绊从来不是双向奔赴的救赎，而是一种病态交易。马德琳利用祖国人的缺爱软肋博弈权力，最终死于自己的野心。祖国人拥有神灵战力，却困于残缺的人格，亲手撕碎了唯一的温柔。沃特的资本棋局里从来没有温情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超级英雄是敛财工具，掌权者是欲望的棋子。所谓的造神计划，不过是资本收割利益、玩弄人性的骗局。也正因如此，黑袍宇宙最致命的武器，从来不是镭射眼与核爆之力，而是求而不得、触不可及的爱情。